好恐怖！有一点陡，有一点陡。今天终于出太阳了，我们来 Revelstoke 的第3天，终于有太阳。可是你看，你前方的乌云好厚哦，感觉还是会下雨啊。我们要来这里买那个 Poke， 他们家 Poke 真的很好吃。它是一家日本人开的餐车，噔噔，看起来真的超好吃。现在要去博物馆，然后从这 guest house 和这个 lodge 呢走过去只要3分钟吧，到了，就在后面。它的牌子好可爱哦。曾经呢，他们可以一天找到价值500块以上的黄金，所以之后就吸引了非常多人来这边淘金。这个博物馆还蛮大的，它还有2楼。然后他们最近的特展 ，Revelstoke 的滑雪历史呢，是在 BC 省最早的。就是把滑雪当作交通和娱乐，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来博物馆来了解一下 Revelstoke 这里的历史。然后它的门票本来要5块钱，但我今天没有带到信用卡，就我想说用手机 tap 的方式，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没有机器，所以就让我免费进去了，超好的啊！对，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 museum 哦，我觉得蛮值得的。这个小书店开了，好可爱哦！而且这边很多书呢，它都是2手的，所以蛮便宜的。我们离这个山越来越近了，我们现在要去 Revelstoke Mountain。到了，真的很多人呢！原来夏天也这么多人来。我看到缆车了。今天还好是算好天气，然后我们想说要去玩那个过山车，可是我现在有点期待它不要开。因为我觉得很恐怖啊！那过山车虽然是可以控制速度，但是就很像云霄飞车的感觉啊！而且一台车只能1个人坐，又不能2个人坐。买了，然后它一次是35块，它在网络上买，你提前1天以前买是8折，然后它单缆车上去是15块，然后这个票是有包含港兜啦。会很紧张，有点紧张，太夸张了。它的最高时速是40几，就是你不刹车40几。哦，但真的、我觉得我会一直刹车。你说还好哈？我等一下不能听到你的叫声。好快，太快了！这看起来超黑的、啊。所以我们要赶快下去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只能搭到中间这里，然后24号才开放到上面。对啊，所以上面还可以走一些步道。下雨的节奏吗？是的。这个冬天的话，前面那个看起来超陡，然后这个也很陡的感觉。我们现在要去玩了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我可以滑蓝线，甚至到一点黑，但是这个我还是会怕。因为它就是云霄飞车的感觉，但是可以控制。Other way. Take it the other way. You have to twist it. Okay. Okay. Thank you. Woo. Thank you. Yeah. Woo. Oh my god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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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，过山洞了，然后下雨了。我好慢。
这个灯应该是如果下面有人刹车，等下怕撞到。天哪，这 view 太好了吧 ！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有一点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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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这样下去就好了。哦，哦，要到了吗？哦 ，Oh my god， 好漂亮哦！大家看得到吗？哇！哇，我们要到了吗？这好长哦！哦，这个过山车。对啊，就好玩，而且真的蛮长，然后你又可以看景色。你有在看景色啊？上半部的时候都是在看城，然后下半部才在看景色，好玩。这边还可以看到刚刚他们拍的照片，怎么办？有点心动，想买照片哎。哎，怎么那么快？然后我在干嘛？好，要付钱了。我觉得呢，这如果玩第二次呢，就可以再快一点了。因为我第一次真的不知道它路线过山洞就觉得很恐怖，但其实老实说真的没有那么恐怖啦。我觉得我可以克服我本来真的超级紧张。这边就可以看他们玩下来，这才是正常的速度。今天要住这一间就在那个这几天住的 guest house 的对面。我们来开一下我们的房间，要住1个晚上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。然后呢，这边有衣架，然后这边有个小沙发，就是2人座的沙发，不错。本来住的在对面，然后这张床我来躺看看。也是还蛮舒服的，然后它应该是个 queen size 的床，然后这边还有电视，然后这边有咖啡还有奶精可以用，然后也有个小冰箱，而且还有微波炉。它是2房哎，原来这是2间房，这边还有1间哎，这里还有1间房。这一个房型它是一个边间的房型，然后有2间卧室，然后这边厕所其实也蛮大的，就是有个干湿分离的空间，里面很干净又很整齐，感谢 Amanda。所以你说外面 view 很好吗？ view 真的很不错。真的耶！哦，哎，真的耶！还有卖粉，还有那个粤式面包。哦，听起来很好吃耶！哇！我刚刚以为是饭，你看它这是干的米线，好吃耶！其实是酸酸甜甜的，然后微辣，好 Q 啊！好吃。那我们现在要去 check out 啦，就是我们昨天住了那个 Riverstone Lodge，床还蛮舒服的，就真的是一觉到天亮。
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住宿地点。感谢 Amanda 这次收留我们在 Rainbow Sock， 很开心 Sarah 来这里终于成行。真的，其实我们讲了好久了。对，应该是冬天要来滑雪的。对，反正是去年要来，然后在更之前是我们也说要来，然后结果拖到现在才来。对，那真的很感谢 Amanda。那 Amanda 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。然后我们在这里经营Rainbow Sock Lodge， 还有 Four Line Guest House。那从2016年到现在，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经营 hotel？就是刚好有一个机会，因为前一位老板他就是刚好就是因缘际会啦，他刚好想要卖，然后我们就是把它接过来经营这样。然后第一次到 Rainbow Sock 就觉得这里真是太漂亮了，对，然后加上我也喜欢滑雪，所以就决定留在这边。哦，那冬天这边住的人跟夏天会差很多？ 对，冬天跟夏天都是我们的旺季。对，那冬天主要就是滑雪客，主要是美国过来的，还有 Alberta 跟加拿大东岸，就是以这3个地方为主。那夏天就是往 Banff 的路上，这边就是像是一个中间大家都会停的地方。夏天的话是以加拿大游客居多。我们这次就住在这里，就觉得 Rainbow Sock 就是会想要让我们待更久的小镇。它很特别，虽然它是小镇，可是基本上什么机能都有。对，就是在这边你也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乡下地方。而且真的离山超近的，超近，这应该是加拿大离 town 最近的滑雪场。然后它的山的难度也是算是中上，对，所以喜欢挑战的人就是很适合来这里试试看。真的，那你这样冬天滑雪的频率大概是1周几天？我应该是有空就去，就是有时候1个礼拜去个4、5天都有可能，因为滑雪场真的很近，所以我们可以1天去个2、3次，就是中间还回来忘记带东西还可以回来拿这样。好棒哦。对啊，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些打工度假的名额可以？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开始招募今年冬天，然后还有明年的夏天。如果有兴趣的观众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投履历了。真的，而且我觉得就可以体验一下，就在加拿大比较内陆一点城市，非常的 Canadian style，所以你来这里就是真的可以体会到加拿大的文化，然后小镇，然后英文会突飞猛进。感谢 Amanda， 好，谢谢 Sarah 跟 Freddie， 希望你们冬天一定要来滑雪。就我跟 Freddie 也蛮喜欢滑的。我有看你的影片，真的好，你们还 OK 吗？很厉害，一定要来这里试试看。我到时候叠给你看。好 ，OK。想要欢迎一下，就是在这边打工度假的。今天有上工的2位对台湾朋友，他是 Winnie， 嗨，我是 Winnie， 我是来 Working Holiday 的台湾人。进来一点，好 ，OK， 行，好。那我们要先破冰一下吗？我叫 Gary， Gary， 那你来这边多久了呢？大概直接开始了，大概2、3个月，2、3个月差不多。那你来多久了？我来大概2个月左右，差不多4月底到加拿大的。你4月底到加拿大就直接来到这个城市，对，现在的体验觉得怎么样？就在这边生活的感觉，就是这里就是算是民风很淳朴的小镇，然后就是每个人都非常好，就是比如说你走在人行道路过，大家都会对你嗨，然后就是微笑啊什么，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一个地方。就是你可能走到咖啡厅，大家都知道，Winnie， 还没有开，没有，但是就是大家就是遇到都会打招呼，我觉得算是蛮热情的一个地方，不会觉得好像很冷漠，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那种冷漠感，在这边其实是没有的，对，很舒服的一个地方。当初为什么想要选这个城市这个小镇？因为当初我来加拿大的时候是疗伤嘛，真的吗？然后刚好就这间公司收留我，然后我就过来这边疗伤。现在有好一点了吗？现在非常好，超级好。那主要的原因是这边的景色吗？环山缭绕嘛，然后我刚好很喜欢做一些运动，就有去健身房，然后去 mountain bike， 然后跟一些朋友去爬山。因为我们比较少遇到会 mountain bike 的，就是有什么小技巧吗？可以他没有什么技巧，没有什么技巧，他就跟一般的脚踏车很像。有胆量吗？对，然后只是你要去尝试啊，反正什么都要去尝试，然后你才会知道 mountain bike 的好处。然后在 mountain 里面这样骑脚踏车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种新鲜的体验。
我的一个室友跟我讲说，就是如果你不会刹车，你就继续往前骑，反正往前骑了不起就跌倒嘛，就给他跌。对啊，下来用走了，就跌了就再摔，就再骑一次就好了。因为夏天的话，它有很多户外的活动，像是 mountain bike 啊，或者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 mountain resort， 它有一些相关的，比如说 coaster 的一些活动，或者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体验。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玩不到的。然后冬天的话，滑雪就是这边的雪真的非常有名。虽然台湾不下雪，也没有机会滑过，可是就想说，如果都来这边了，就是想要来体验看看传说中的雪，然后还有到底冷会得多冷。你在这边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什么样的？主要是就是打扫房间为主，那同时也会协助像是前台啊，或者是 laundry 这一部分的工作，就是我们算是蛮多元的，所以其实不会说就是很单一的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。那你在这边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什么？滑雪吗？那个 mountain bike 跟滑雪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。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？就在工作的时候，这可以讲吗？老板娘在后面。比如说像我们有客人，就是他们很可爱，他们可能就骑重机，然后就是环整个加拿大，然后他们刚好某一站停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，就是他们会跟我们分享他们发生什么事情。那像前一阵子，因为 Alberta 那边有森林大火，对，所以他们骑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聊说，他们看到那个景象就是还蛮惊人的，蛮触目惊心的。对，所以等于说你在这边工作，就是可以认识很多人，对，就是会跟很多人聊天。对，接触到很多人，接触到很多人，所以要强迫自己把英文能力念好。对。如果我做柜台，对，然后就有很多客人跑来跟我聊天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的工作是聊天。对，真的。学英文啊，学英文。对，这边学英文真的还蛮好的。一下就突飞猛进，还是其实本来就有个英文基础了？我本来就有英文基础，然后来这边之后，因为这边是美式英语嘛，所以就听得比较轻松。因为我自己也学美式英语。对。对啊，如果在澳洲的话，就用澳式英语的话，就会比较口音比较重这样。了解。所以你之后还会继续待在这里吗？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会想要体验一下，就是一年四季的这里这样子，这样子就是完整的体验一个小地方，然后一整年的风情。不好说。对，不好说哎。等疗伤整个聊。对啊。聊完之后。对，这个真的不好说。感谢维尼。谢谢。希望你们玩得愉快。谢谢。我们也希望就是冬天可以再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可以跟你一起滑雪。我可能会一路摔下来。可以，我可以帮你拍，应该蛮有趣的。感谢今天的采访。对，谢谢 Gary。对啊，还没有讲完，人就跑出去了。我们本来是要3点就离开这里，结果呢，就很开心可以认识在这边生活的台湾人。然后这次真的很感谢 Amanda 提供我住宿的 Amanda， 就是 Riversoak Lodge 跟 Fourline Guest House， 就大家下次来 Riversoak 的话可以来住。很开心认识大家。然后我现在呢，想要再去逛一下这里的 outdoor 的店，就是户外用品店，然后去吃个冰淇淋，我们就要前往下一站啦。真的很有趣，就是来到这个小镇，还可以认识在这边生活的台湾人。我下次真的会想要再来 Riversoak， 这边小镇真的是还蛮舒服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前几天都是阴天，结果我们要离开这个小镇的今天就开始出太阳，而且好像1周都出太阳。我想说，天哪，我们是雨神吗？我早上来这边喝咖啡用笔电，然后现在要来买冰淇淋。这里就是 Hot Spring 了，这个就是个泳池，但它是真的温泉水啊，泡温泉还可以 camping 的。我们要出去了，哇！好冷，你是很热吗？你的表情看起来很热。我是垫脚在走路。这个20度，但是现在这个天气是 OK 的啊。哇 ！Oh my god， 水好深哦！你看我的头，150吗？差不多。你这算是很好，就是可以看到环山的景色。超级漂亮，就是你觉得那山离你超级近超级无敌近。接下来我们要前往 Yoho National Park， 3天2夜咯。